100年来，一份旷世制茶秘籍被御赐给了陈家。同样拥有制茶秘籍的张家，为和陈家夺取茶王的封号，从未停息过争斗。而每当传人出现，秘籍会同时浮出水面，杀戮也随之开始。山营，穷寇莫追，小心有诈！老爷，生面孔。当然是生面孔，武功诡异，使的又是遁门，定是倭寇。爹，倭寇跑咱府上干什么？怎么发现的？护院家庭巡夜，在藏书阁内看到有人影晃动，就鸣锣了。爹，咱张家的制茶秘籍可就藏在那儿。难道？上野阁下，我们失手了，给您带来了耻辱，我们愿意剖腹谢罪。我不想再损失帝国的武士了，要想办法派人渗透到中国人内部去。大喜呀！没想到在这战乱10日，老爷竟还能捧回万国茶叶金奖，实乃陈家的荣耀，天大的喜事啊！啊！义儿，参拜茶祖和金匾吧。是。还不快见过各位姨娘和姐妹？哎，二姨娘好。义儿，1年了，你更风流倜傥了。20岁的毛头后生什么风流倜傥？这话形容你们家吉正还差不多。三姨娘好。义儿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你一个人在外面读书，姨娘还怪想你的。不走了，姨娘，我在外面挺想您的。二妹好。二哥好。二哥眼里就只有二妹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妹了？我可抗议了。我哪敢忘了你啊！我在外面经常想起你小时候跟我抢玩具的样子。老爷明天就要到家了，正赶上义儿20周岁生辰。我们可要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吴管家，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按您的吩咐，一切准备妥当。戏班明天上午就到，茶商会发了请柬，县公署也请了，李大人会亲自前来捧场。大太太，这可是双喜临门呐！不，是3喜临门。还有何喜？哦，多亏一萌提醒我，他说吉儿明天要带他的女同学回来定亲。妹妹，那是吉儿开玩笑的，没有这事儿。大妹，这事儿没这事儿，真的。我哥怎么又变卦了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陈家送来请柬。爹，陈家要大摆宴席，请您捧场。他陈家跟我斗了大半辈子，给我送什么请柬？对呀，臊我呢？爹，他这是夸官3日，向咱示威呢。明天他陈建明要是回不来的话，那可就真有好戏看了。孩儿这就安排得力人手去办。等等，着倭寇的衣服。明白。
你爹回来之后就要举行仪式了，你马上就要成为陈家乾陵茶18代传人了，万事定要注意些。我当第18代传人，那大哥呢？你这孩子就是心地太善良了，这是好事，也是你最致命的弱点。凡事你都想着你大哥，可你大哥他是怎么对你的？娘，我觉得我大哥对我挺好的，小时候也拿好多东西给我吃。要是大哥当上第18代传人，我还可以帮助他。你别再说傻话了，要知道这是你爹定下的，已经写入族谱。你爹他说一不二，你万不能流露出这种想法，会招来事端的。小静，二少爷怎么就平平安安的回来了？小静没有，小静该死！小静托人要缠住二少爷的，可是没想到……我只是想阻止他回来，并不是要杀他。你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太令我失望了。二太太，会有办法的。明明是我先生的孩子，竟然要传位给议政。既然你们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你说什么？让我迎接陈建明的部队，后撤到钱家观？没错，我已派人在路上伏击陈建明，他一死，你我都有好处。但我挡不住陈建明，你再出马，这功劳还是你的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命令我可以下，可事情有什么纰漏，你张逸轩要一力承担。一旦他过了黄风界，我就必须迎上去。这3天3夜唱大戏，里里外外都可以看了。那个大太太，大太太，警备队那帮兄弟说，迎接老爷的地点必须要后撤，说是不安全。张叔，为什么呀？不是说好在黄风界吗？哎呀，哪知道他们临时变卦，多使银两也不行，说是只能在钱家观迎接，如今临时抽人又来不及了。希望老爷吉人天下。一萌，一萌，我去老地方等你，不见不散啊！对不起，二哥，你就快是陈家乾陵茶的传人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再偷偷幽会，一旦被人发现，会给你带来麻烦的。二妹怎么还不来啊？二哥，你在哪儿？二哥！少爷阁下，事情办得如何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在指定地点跟那个女的接上头了。她说会想办法利用自己的身份渗透到茶行内部，再慢慢寻找制茶秘籍。细节我都已经写在这个上面了。你信任我吗？少爷阁下，
您这是用词不当，应该说他能信任吗？不，我用词很准确。你信任我吗？阁下做事从未失手，我坚信您这次也一定能够成功。我也坚信，可这是帝国的机密。二哥，你我偷偷约会，若是让他人知道，自然毁了你的名誉。可我又该怎么救你啊？好了，张叔，来，齐了，花生呢？来，在我这拿着，那桌子收拾。不好了，大太太，有麻烦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昨夜我巡查，发现老爷的书房有人擅自进入的痕迹。少什么了？什么都没少，但是有话直说，不要隐瞒。也是昨晚，我发现二少爷一个人神情紧张地出门了，很晚不见回来。刚才我到二少爷房间也没见到人，好像……娘，怎么了？这么早啊？你爹今天回来，早些准备准备。哎，娘，我能做点什么？你要早忙完了，到茶厂熟悉熟悉吧。哦，知道了。二少爷一直在屋里，哪儿都没去，懂吗？哦，二少爷一直在屋里，哪儿都没去，是我看花眼了。小静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小静，二少爷他明明掉进池塘里淹死了。二少爷淹死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二太太，小静真的是想帮太太和大少爷一把的。昨晚在池塘边，我在二少爷背后推了他一把，我亲眼看见他掉下水沉下去的。二太太是小静无能，是小静该死。谢谢你，小静。只有你才真心为我和大少爷着想，可惜天不佑我。如果老爷问起来，势必会怀疑我，大少爷就更没有希望当上陈家传人了。想当年，我张记的花砖茶和你陈记的乾陵茶不分上下。那茶王的名号本该是我张家的，失去的我要加倍夺回来。爹，杀手已经全部就位，就等他陈建明现身了。可县公署的人还没出发，您看，这就对了。我们该去道喜了。我倒想瞧瞧那万国博览会的奖杯是个什么样子。
只怕陈建明他给不了大伙这个机会呀！啊，走吧。让，都让让！哎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！道贺还自己拿着鞭炮抬着轿。我爹听闻陈掌柜荣获巴拿马国际金奖，特来祝贺，送上一轿礼物。来，快抬进去！都小心点啊！哎呦，张掌柜呀，您里边请啊！建明老弟呢，架子好大呀，也不出来见见。张掌柜，招待不周，您先请坐。我家老爷很快就回来，稍安勿躁。老弟，请吧。义正老弟不行啊，小弟不胜酒力，要不我就以茶代酒敬你。嚯，正说老弟你认输了，高下立分呐！啊？不是认输，小弟对酒没什么兴趣，只对茶感兴趣。这茶润肺养肝，去毒去胀，这么好的茶不喝，不是可惜了吗？你说呢，师兄？这都什么光景了？建明老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啊，就是啊。还没回来？又出了什么意外？还不来啊？大太太，我跟家丁吩咐过了，只要老爷一出现，就立刻快马来报。眼下好，老爷已经到黄风界了，休息一阵就回来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先看戏吧。继续。阿如在，老爷，快带着人向秦家关突围，快点，跟我走！管家，在。太太，香案以及司仪人员都准备好，老爷一到就开始举行仪式。是不是先举行二少爷的正人仪式？老爷一路劳顿，一时半刻还……不行，少爷的正人礼，老爷要亲自主持。是，就按大太太所言。爹，您看，这
这喜事儿会不会黄不了啊？这是在演戏给别人看的，外强中干，懂吗？哦，懂了。大太太，大太太，老爷已经进入钱家观，就快到府了，而且迎接老爷的县公署人员也接上老爷了。据说一路上还有国民革命军护送。好，好，走去迎宁殿。二姐怎么了？是不是听说老爷回来一激动，老毛病又犯了？没事儿，我回屋休息片刻就好。二太太，你可别吓我。小静，老爷捧回了世界金奖，他会兑现当年的承诺，确立乾陵茶第18代传人。可是大少爷还有希望啊，他又是长子。人家是正室，大少爷是庶出，更何况你又把二少爷推进了池塘里。一旦事情败露，查出你我，他更不会善罢甘休。小静该死。小静真的是想帮大少爷的。小静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大少爷也会明白的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大少爷娶你做姨太太，你愿意吗？小静不敢。小静身份卑微，怎敢进大少爷的门？交给大少爷，他会娶你的。二太太，好了，小静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躺会儿。是。我的好大姐，这么多年，你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乾陵茶的传人，处心积虑，处处与我作对，想方设法踩着我们娘俩的肩膀往上爬，你这是在逼我呀！好，就算我的吉儿当不上传人，我也绝不让你活得自在。老爷，别怪金妹毁了你的传人一事。这是你们逼我做的。大太太，老爷已经到10里外的茶亭了。好，快去把家里人都叫出来迎接老爷。哎，好，快走。老爷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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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都怪孩儿办事不力。英儿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师兄，不坐了。天快黑了，等得我是腰酸腿疼啊，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，告辞了。慢走啊，不送啊。二太太，快，大太太叫你们出去迎接老爷。义儿，等会儿你爹到了，记得上前行礼牵马。哟，看您说的娘，我知道。大太太，快回去加件衣服吧，天这么冷。大太太，大太太不好了，二太太被刺死了。谁干的？去找李大夫，别让人知道。李大人到！陈夫人，双喜临门，本官特来道贺。我没来晚吧？哪里，大人来的正是时候。义儿。
陈一正见过李大人。仪表人才，日后定能成大器啊！老爷回来了！老爷回来了！夫人，老爷，您这是？没事儿，路上遇到了小匪，幸好李大人的兵马在钱家观接应，并无大碍。哪里的话，那是陈掌柜福大运大造化的。谢谢李大人，谢谢各位同仁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同仁，谢谢各位同仁。李大人，请。鸣炮奏乐。施礼，礼毕。陈氏议政，证人仪式现在开始。今日从今，全子证人。第一刀，拨起火焰节节高；第二刀，除魔打鬼怪，邪魅全将抛；第三刀，福寿财喜随身牢；上下同心，左右逢源，贵人贵庚，永康7年。起来，叶儿啊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能挑大梁的男子汉了。要胜不骄，败不馁。我记住了。礼成，鸣炮奏乐。建明兄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听戏了？好啊，大人请。对了，夫人，怎么不见尊雅的娘出来见我？她去哪儿了？老爷，二太太身体有些不适，先回房休息了。建明兄，回来的路上真的遇到土匪了，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匪就是匪，还能是什么人呢？大人，您不是派人去搜过山吗？怎么？难道您就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？能有什么发现？一个人影都没见着。哎，可是我明明打死了其中2个人，怎么会不见尸首呢？哦，那一定是让他们的同伙把尸首抬走了。定是如此。想必匪徒怕露了马脚，那样的话，一旦李大人从中找出端倪，恐怕他们就会被一窝端掉，一个活口都留不下呀。建明兄真是会说笑啊！大姐，二妹，什么事？大姐，难得老爷今天这么开心，我想献个丑，上台唱2句助兴。这不合适吧？老爷虽然开明，
可不希望自己的姨太太唱戏呀。二妹，这不是扫老爷的兴吗？哎呀，老爷不是很鼓励我唱吗？二妹，你还真是不懂男人心思。老爷是怕你闲得慌，让你在家唱唱无妨，可不是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他的人的。不一定吧，也不知道是老爷觉得丢人，还是那些没本事的自觉丢人。哼，那你自己去问问老爷吧，到时候可别怪姐姐没提醒你。您先坐着，我去就来。夫人，吉儿怎么还没回来？他娘呢？听金枝说，金妹外出办事去了。爹，大哥怎么还没回家？你大哥真是不懂事。什么事？吓死我了！李大人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大人，您没事就好，放心，这不是冲着你去的，这是冲着我陈建明来的。爹，这是一种岩石炸药，不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。看来人家是嫌咱家不够热闹，可惜这玩意儿没起什么作用。说，那炸药是不是你派人安置的？你表叔可是县公署的要员，谋害他那是要掉脑袋的。我张以轩还没老到要犯糊涂的时候。话说回来，你表叔也算是命大呀。少跟我来这套阳奉阴违的把戏！别忘了，为了配合你阻截陈建明的行动，我们后撤到了钱家观。这回头那是跟上下都要有交代的，我可不能。丁队长，此事若是走漏了风声，我可不敢保证我手下的人说出不该说的话来。放心吧，尸体我早叫人抬走了，绝对不会有纰漏。那接下来呢？还是那句话，真要是弄到陈家乾陵茶的秘籍，你和我表叔各一份，我们会全力配合你的。你就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吧。啊，好，那就辛苦丁队长了。炸药都炸不死你，陈建明，看来你是命不该绝呀。事情已经办完了，把剩下的一半给我吧。可是你办砸了，他人还活着。我就奇怪了，你们法国人不是要陈家的制茶秘籍吗？为什么要陈建明的命啊？哼，他死了，陈家就会有新的传人出现，秘籍也会跟着浮出水面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是想趁乱偷陈家的制茶秘籍。哼，很遗憾，你明不明白已经不重要，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
这件事必然会引起陈家的警惕，秘籍更不会轻易出现。想要得到秘籍，还需另找机会。处理好尸体，连夜赶回领事馆。爹，都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了。陈宅家丁说，昨天是响了炸药，不过没伤到人。今早我又去看了看，陈宅一切正常，只是加派了些家丁。我听说昨天晚上3更半夜的，陈家偷偷抬进了一口棺材。哎，您可真是千里眼顺风耳啊！爹，谁告诉您的？您另派了人？生意场上要瞪大双眼，时刻注意对手的一举一动。那炸药是不是也是您放的？爹有那么傻吗？这还用猜吗？洋人干的。洋人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啊？难道他们也想夺取陈家的制茶秘籍？英儿，杨宪佐义女的事情，你可要早点定心思啊。爹，张家大业未成，孩儿不想谈论婚事。古人云：成家立业，家未成，从何谈立业啊？告诉你，只有娶了宪佐的千金，才能稳固咱们家的地位，才能扳倒陈家。眼下时局动荡，杨宪佐身居要职，我们要找个靠山。所以啊，这个花玲姑娘，你必须得把她娶进门。哎，爹，您老拿着个烟袋锅子，怎么不抽啊？我近日肺不舒服，想把它戒了。那您还老捧着，都要戒了就别抽了啊。没事了，你去吧。半夜抬进棺材，莫非是他？大太太，昨日我整天守着大小姐，她哪儿也没去。但问及二太太怎么不见人，我说给老爷办事去了，她也就没再多问。还有，若有他人问起，都说二太太出府办事去了。是。大妹的离去，也不知该怎么跟老爷说，真是作孽呀。燕儿，爹，我过来看看。坐吧。好。你好像心情不好，这画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妹把我最喜欢的这幅画全都泼成了墨汁。不止这些吧？你是有点心不在焉呐？怎么昨晚没睡好？在琢磨一些事儿。什么事情？说出来听听。这段时间家里接连发生好多事。您说那爆炸的炸药，还有什么？我看见家里抬进来一口棺材。棺材？打开。钥匙不在我这儿，是金枝锁的门。金枝，金枝，把门给我砸开！老爷让你砸你就砸呀！老爷，听我说。不用了。金娘，金娘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
凶手找到了没有？当初我进来的时候，金妹已胸口中刀不治身亡，真的不知道是何人所为。我不相信你们不知道，我以前也不相信金娘说她被排挤打压的话。今天我算看出来了，一定是你们在暗中串通一气，背着我害死了她。冤枉啊，老爷，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金梅真的是自杀的，小静和金枝可以作证，还有李大夫也可以作证，我们不会干出这种事的，请您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好，那就让他们上前来说个明白。小静、金枝，快进来，进来。说，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是这样的，二太太那天情绪不太好，回房以后还不要小静陪。小静出门半个时辰不到，二太太就……我忙禀告大太太，大太太怕冲了喜气，就私下让我找来李大夫。可是二太太当时已经断气了，大太太因为正值双喜临门，只得弥补发丧，就命我半夜偷偷抬进棺材，将二太太入殓，准备找个时机再向老爷说明真相。李大夫，你把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。是。刀刚好刺中二太太心脏，我赶来的时候，她的脉搏早已经停了。当时，二太太的衣服被扯坏，房间内也是凌乱不堪，明显是有搏斗过的痕迹。后来，金枝托我找人偷送一口棺木进来。李大夫，你不能确定她是自杀，对吗？是的，老爷，我不能确定二太太是自杀身亡。刀呢？老爷，刀在这儿呢。这不是金娘房里的东西，这是我房间的。这，你再仔细看清楚。告诉我，你的刀怎么会插在金妹的胸前？老爷，你该不会怀疑是我杀害了金妹吧？如果是我，怎么会留下这么愚蠢的证据？这分明是栽赃陷害啊！老爷，你要为我做主。老爷，二太太，你死得好惨呐！老爷，您看看二太太死的惨状，会是自杀吗？分明是有人与二太太厮打后，将她杀害的。老爷，你要给二太太做主啊！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我破了二哥的话，你很心疼吧？你说什么？不是吗？是不是还有点恨我？尊雅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？因为我做了让你心上人不开心的事情，所以你不愿意跟我讲话。尊雅，我说错了吗？难道你不喜欢我二哥吗？我不知道你们俩的关系发展到哪种程度了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们俩已经含情脉脉、两情相悦了，对吗？尊雅，千万不能乱说话，不然会令你二哥很难做的。你可真会讲话，为什么要强调你啊？难道他不是你二哥吗？哼，还很难做，难做什么呀？如果他要是成了乾陵茶的传人，有一天再真的娶了你，你不就成了这家的母后了吗？那岂不是要代替大娘的位置？我可得提前祝贺你啊！尊雅，
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讽刺挖苦的话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。你要相信我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谁不知道，只要得到了陈家的制茶秘籍，就如同得到了一个宝藏，子孙后代都会享受到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他垂涎三尺呢？不单单只你一个人，更何况你是三姨娘捡来的孩子，这么多年委屈在陈家，恐怕是早有打算吧。尊雅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的想我。别激动，你若不是这么想的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。哼。李大夫没有找到那2个抬棺材的外乡人，这事可就难办了。金娘不见了，棺材里的人换成了县公署的要员，那可是杀头之罪呀！老爷，是不是有人想算计您呢？此事千万不能泄露一点风声，尤其是尊雅和他哥哥2个人。那尸首怎么处理啊？现在不能处理，更不能偷运出去埋了。但是要搬出金娘的屋子，另找个房间锁起来。目前只能静观其变了。啊？难不成要把棺材放在宅子里？哎呦，那多可怕呀！可是爹，那二姨娘她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呀？从今天开始，紧闭大门，无论是谁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绝不能走出大门。老爷，太太，大少爷回来了。先佐夫人，张记茶行张逸轩前来拜见。卓夫外出办事去了，请问有何贵干？先佐夫人，我是张记茶行的张逸轩，上次来拜访过的。伯娘好。好，这位就是贵公子吧？正是。先佐夫人，上次来的时候，听李大人说起令爱喜爱茶道，卷子也有此好，特带他来见识见识，不知令爱是否有闲暇？花灵。娘亲，花灵，这位是张掌柜，这是张公子。张公子也是茶道高手，你应该好好向他请教请教。见过张掌柜。张公子。大小姐好。娘亲，我有些头晕，先回房去了。对不起，失陪了。大娘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是啊，爹。哎呀，壮实了，晒黑了，看来吃了不少苦头。吃苦谈不上，吃不上自家饭菜倒是很惦记。哎呀，小弟真是越来越帅气了啊！哎呦，我可比哥哥差远了。你看你多洋气啊！哥，妹妹，哥，妹妹，哎呀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真是想死我了。想我？想我给你带好吃的吗？那你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？你就是一吃货。你就是一个傻货。哎，你怎么不长个儿？我走的时候你就这么高吗？没人给我买好吃的呀。爹，大娘，我娘呢？
有什么问题吗？过来。怎么了，小静？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大少爷，你瘦了。是吗？我自己倒没觉得。小静，我怎么觉得家里面怪怪的？他们说我娘出门了，娘也一直没有露面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不会吧，我也不太知道。小静，我娘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？她传信让我在外面等了几天，也没个消息，我只好贸然赶回来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关于传位的事情。也许是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小静觉得大少爷这些天在家也要看看书，过问一下茶厂的事，这对你有好处。我娘就是太操心了。其实做不做传人我无所谓，反正家产我占一份。那可不一样。听太太说，谁要是当上陈家的传人，谁就是陈家的当家人，支配陈家所有的资产，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但我听到风声说老爷想把这个位置交给二少爷，所以二太太整天向老爷争取。可是经不住大太太在一旁冷嘲热讽，还竟然说您的不是，弄得老爷也对二太太爱答不理的。大少爷，您要是不早做筹划，这个传人可真是二少爷的了。谢谢你，小姐，你去忙吧，有什么事我会叫你的，你先下去吧。请问县佐大人回来了吗？夫人，小的没看到县佐大人。娘亲，您别担心，爹不会有事的。花灵，娘是怕路上不太平啊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请稍等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卓夫外出办公，还没回县里吗？哦，可能是路上耽搁了。夫人有所不知，现如今这世道不太平。前些日子我在陈宅刚被炸药袭击过，现如今这黄风界的土匪很是猖獗呀。李大人，请您派人去找找吧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这叫我们母女俩以后可怎么过日子啊？请夫人放心，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。好，那就先谢过李大人了。啊，先回吧，啊，回吧。哎呀，小弟沏茶的手法真是越来越娴熟了。哎，不是说我娘出去了吗？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大哥，滇南那边好不好玩啊？哎呀，那得看个人的心境了。就好比你要是抱个美人啊，就是吃的再差，心里都是甜的。那你怎么不带嫂子回来呀？什么嫂子？别瞎说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哎，我问你，爹是不是准备办那个传人仪式了？没听爹说呀。哎，你要是早回来几天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你要是早回来几天，就能赶上我的证人仪式了。你不知道可吓人了，那吴管家拿着一个啊，就这么个东西，先刮我脑袋，再刮我左边，再刮我右边，可吓人了，折腾了我很长时间。有什么吓人的？我当初不是跟你一样
那不是传统吗？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传人仪式，你怎么跟我扯到证人仪式上了？你好像在故意回避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回避什么？没意思了吧？你我可是兄弟，你没必要跟我遮遮掩掩的吧？跟我说实话，爹是不是准备将那个陈家乾陵茶第18代传人的位置传给你呀？哎，大哥，我真的没骗你啊，爹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。那我想问问，如果爹真的传给你了，你觉得你能胜任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胜任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大哥来当这个传人，我会很开心的。知道的不要全说，听到的不要全信。哎呦，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了？好了，不说了。对了，一萌在不在家？她是不是长得更加漂亮了？哎呀，掰指头一算，她应该也有20了，对吧？小时候人长得就那么漂亮，招人喜欢。就是可惜了，她是三姨娘的孩子，不然把她娶进门也是不错的。哎，也没关系啊，我差点忘了，她是三姨娘收养的孩子，我们俩应该能成亲的，啊？大哥，你回来的太突然了，下人没把你的房间准备好，都没生火，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里吧，我去找他们给你拿床被子。金娘死得不明不白，现在又冒出个无头男尸，真是棘手啊！哎，老爷，别再多想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吧。可是您说这背后会不会是个阴谋啊？您说怎么这么巧啊？大少爷早不回来，晚不回来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回来？瞒着他可不是长久之计呀，早晚要露馅的。你说的对。吉正回来，我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传人的事了。哎呀，我这心里也乱，不能让金娘死不瞑目啊！老爷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。在这件事中，我觉得大太太的丫鬟金枝就有问题。当夜是她带着2个外乡人抬进的棺材，之后问她记不记得他们的容貌，她竟说根本不记得。前后那么长时间，即使是夜晚对方的容貌也不该一点也想不起来吧？蹊跷啊！太太，已经很晚了，您还是早些休息吧。我哪睡得着啊？事已至此，您再想也没有用啊。这样下去，身体可是吃不消的。到底是谁想害我？这把刀怎么会到了金妹的手中？儿子，别忙活了，来来来，吃点水果啊！哎，别着急呀，还没削皮呢。哟，忘了带刀了。去娘屋里把刀拿来啊！哎，看来是有人偷偷溜进叶儿的房间，拿走了这把刀。锦芝，之后我让你打扫她的房间，你就没发现这把刀吗？对不起，大太太，这么小的物件，我实在没有注意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有没有人进过2少爷的房间？
再没有了。二少爷还特意嘱咐我说，没有他的召唤，不用进屋收拾。那就是说，除了你，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机会。嗯。大太太应该不会怀疑是金枝干的吧？是你干的吗？大太太，金枝怎么会干这种事呢？我就是有100个胆也不敢杀人呢。平日金妹经常与我斗嘴，给我下绊子。你可是说过恨不得她死的话。那是因为我想讨您的欢心，想平息太太的怒气，并没有真的想去杀二太太。您可一定要相信我啊！我真的能相信你吗？二哥，一萌，二哥，老爷就要传位了，这个时候我不想给你添任何麻烦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了。为什么呀？二哥日后是做大事的人，可不能为了我这么个女子，毁了你的前途啊！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就算我不当这个什么茶王传人，我也一定要娶你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你是真心爱我的，对吗？这就够了，只要你我是真心相爱，这就足够了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啊！对了，一萌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我这次回来之后，发现这个家有点不太平。我娘和2位姨娘之间互相排挤。大哥和尊雅吧，好像表面上和我挺好的，但实际上对我有所防范，说话奇奇怪怪的。大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明争暗斗，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你说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，因为什么把我推进池塘，想置我于死地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被人推下水的，不是你不小心落下去的。当然了，我自己怎么可能掉下去嘛？来人呐！抓贼啊！快来人呐！快来抓贼啊！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还嫌这家里不够乱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太太，我听到后花园有动静，以为是有贼人进来了，就带了家丁抄过去，没想到竟然是二少爷和一萌小姐。说，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这件事跟二妹没有关系，是我。都是我的错。爹，娘，是我约二妹在后花园见面的，因为小静过来找我说话，我就托议政去给二妹说一声，让她多等我一些时辰。爹，你们真的是误会二妹和小弟了。今儿这么晚了，你约你二妹干什么？没什么，说话而已。什么话？要深更半夜到后花园去谈？你老老实实给我说清楚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李大人带人来了，说要搜查贼人。爹，不知为何，李大人突然带人去陈家搜查，看来出事了。当然出事了，不过对我们张家来说，总归是件好事。李大人，天明兄，巡夜的兄弟闻听贼人进了贵宅，找到了吗？多谢李大人关心。这宅院之内
并没有贼人，是家丁认错人了。哦，建明兄还是不要大意啊！前番有人运用炸药害你，如今县公署的县佐及督察也失踪了，其两家人已经报了案，可见极不太平啊！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事。是，你们给我仔细的搜查，千万不能让贼人躲过了啊！老爷，李大人，这间屋子早就没人住了，不必查了吧？建明兄，还是小心的好，啊！怎么？莫非这房子里边藏了什么宝贝，怕我们看见？打开吧。大人，有口棺材。打开。是。大人，用个无头尸。建明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难怪你不愿意开门呢。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以后不是万不得已的事情，不要到这里来。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行踪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县传家呆子，你要利用好自己的身份，一定要抓紧时间，想办法渗透到他们内部去，弄清秘籍藏在何处。这里的陈家和张家是唯一能有制茶秘籍的茶壶，你一定要多和他们接触，先要了解中国人的秉性。要学会以华制华，好好利用中国人的矛盾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你都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儿子，难为你了，竟叫你干起了家务活，做起饭菜来了。孩儿谨记父亲教诲，张家一天没有超过陈家，成为茶王，孩儿就不会请下人伺候。凡事要亲力亲为，自力更生。好，应该这样。不过娶亲的事情耽误不得。你都23岁了，啊，等县佐大人回来以后，我就去当面提亲。我看那大小姐不冷不热的，对我并不上心。你才和她见过几次面呢？她自然不会跟你过于亲热。话说回来，即使她并不钟情于你，只要她父母都同意了，他又能如何啊？县佐大人可是亲口跟我提及过的，你放心吧，此事错不了。爹，那个杨县佐怎么会青睐于咱们家？要知道，县佐大人是政府要员，他是个有很深背景的人，就算他是一个死人，也同样会有很大的利用价值。我听说县佐大人本来想和陈家攀亲，陈家无非也是想借这门高枝抬高自己。我怎么能让陈家抢在前头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快。至于他为何青睐咱家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你在省城学会的就是这些，我早就发现你们之间有问题。
你爹都被人带走了，你居然还搞出这种事情来！我们是自愿相爱的，不知廉耻！什么时候了？传人是头等大事，你这么不孝，我怎么放心让你执掌家业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自毁前程？你知不知错？你知错了。这次我就不告诉你爹。如果你再不改错，连娘也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你们呀，干柴烈火的在一块儿，还能不燃起来？只是这件事做的太不小心，太张扬了。老爷和太太勒令你们不许见面，这未必会是件坏事。哎，也许还能因祸得福呢。可这次根本不是他们想的那样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这次没做，你还嫌做一次少啊？我就奇怪了，你说这大少爷，他倒站出来替你们说话，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好，事情写得很清楚，很详尽，让他画押吧。是。建明兄，你受惊了，小弟这也是奉公办事啊。陈家飞来横祸，还望大人明察呀！你们都辛苦了大半夜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建明兄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事关重大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啊。大人有何为难之处，尽管明示。哎，坐下说。啊，谢大人。建明兄，你说你家二太太亡故，可二太太的尸首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，竟换成了这具无头男尸。事实就是如此，可能你还不知道吧？县公署的人指证，那具无头男尸正是失踪多日的县佐大人呢。你说什么？谋杀政府官员，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大罪呀！只是我不大明白，建明兄和县佐大人并无宿仇啊。哎呀，大人明察，县佐大人绝对不是我陈家所害呀！我信建明兄，可是人家不信呐。哎呀，大人应该明白，这一定是有人蓄意要陷害我们陈家呀！其实前日就有人向我来报告，说你家偷偷地运进了一口棺椁。如果不是我想帮你，也不会等到今天避人耳目才请你过来。只是此案非同小可，还需细细的运作才是啊。不要瞎溜达了，放心，爹不会有事的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爹的身份不一般，他刚刚获得了国际金奖，给钱家观带来了至高荣誉不说，
这四里八方全都靠咱们陈家的生意撑着，所以爹就是犯了天大的案子，县公署也会掂量着办。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大哥，我觉得你对爹的事不太关心。我说过了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有事的。那如果爹有事呢？大哥，你有没有想出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救他？那这么说，小弟是有办法将爹救出来了。好，那你说说看，什么办法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不要冷言冷语。你给我记住，多一份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会少一份心力去反省你自己。大哥，也许你说的对，可是等待永远无法知道答案，对吗？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对错与成败，永远要走出几步才能见分晓，对吗？说得好，但是你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？是想得到和怕失去。你知道人生最大的践行又是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是管住嘴和迈开腿。小弟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我只想提醒你，量力而行，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。我听不懂大哥想跟我说什么，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去救爹呢？这是为什么呀？还说你听不懂？你都能听出我阻止的意思，你这是大智若愚啊！大哥，我真的发现这次你回来之后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说话阴阳怪气，难以琢磨。从前那个处处护着我的大哥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说对了，我是变了，因为你即将要拿走的是本不该属于你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，它应该属于我。为了乾陵茶的传人，为了乾陵茶的传人，你我难道连兄弟之间的感情都不要了吗？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感情不会变成食物来填饱我的肚子。可是真正一无所有的，并不是财产的减少，而是贪婪和欲望的增加啊，哥。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品尝到贫穷的滋味。你在外读书靠的是爹娘给你的救济，而我在外面打拼，靠的是低三下四，求得别人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爹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一个大子儿。就连我娘想偷偷给我寄点散碎银两，都会被他无端的克扣。我在外风餐露宿，而那个时候，你却在学堂里高枕无忧地学着我也想学的东西。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大言不惭地谈什么贫穷，谈什么感情？我只知道曾经丢失的东西，现在应该加倍地夺回来。既然大哥你是这么看我的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替我解围呢？你真的以为我是在帮你解围吗？我是在帮我自己，因为我要一个公平的竞争。你给我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事情我都要击垮你。记住。记住那轻言，往事如烟，也许不如愿。谁是画中翩翩少年？发如雪。
少轰轰烈烈的誓言，有多少梦醒时分的走远。深夜散尽的世界，只有平凡。有多少悲欢离合奈何天，有多少爱恨缠绵在世间。让痛告诉我，眼泪带不走从前。有多少轰轰烈烈的誓言，有多少梦醒时分的走远。没有你的世界里，只有